就在刚才，以色列发起了雄狮崛起行动，这是一项旨在消除伊朗对以色列生存构成的威胁的定点军事行动。为了消除这一威胁，这项行动将会持续下去，直到消除这一威胁为止。几十年来，德黑兰的暴君们公然叫嚣要摧毁以色列，他们用发展核武器的计划来支持其灭绝种族的言论。近年来，伊朗已经生产了足够制造9颗原子弹的高浓缩铀，9颗。最近几个月，伊朗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将这些浓缩铀武器化。如果不加以阻止，伊朗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可能是1年，也可能几个月，不到1年。这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危险。80年前，犹太人民是纳粹政权发动的犹太人大屠杀的受害者。今天，犹太国家拒绝成为伊朗政权发动的核大屠杀的受害者。现在，作为总理，我一次又一次地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允许那些叫嚣要消灭我们的人发展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今晚，以色列用行动来兑现这些话语。我们打击了伊朗核浓缩计划的核心，我们打击了伊朗核武器计划的核心，我们瞄准了伊朗在纳坦兹的主要浓缩设施，我们瞄准了正在研究伊朗核弹的伊朗顶尖核科学家，我们还打击了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核心。去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00枚弹道导弹，每枚导弹都携带1吨炸药，威胁着数百人的生命。很快，这些导弹就能携带核弹头，威胁的就不是数百人的生命，而是数百万人的生命。伊朗正准备在3年内生产数万枚这样的弹道导弹。想象一下，1万吨 TNT 炸药落在一个面积相当于新泽西州的国家，这是不可容忍的威胁，也必须阻止。伊朗现在正在研究一个所谓的摧毁以色列的新计划。你们知道，旧计划失败了。伊朗及其代理人试图用火环包围以色列，并通过10月7日的可怕袭击来攻击我们。但是以色列人民、以色列的士兵像雄狮一样奋起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击溃了哈马斯，重创了真主党，打击了伊朗在叙利亚和也门的代理人。去年，当伊朗2次直接攻击我们时，我们也在伊朗境内进行了反击。在保卫自己的同时，我们也保护了他人。我们保护着我们的阿拉伯邻国，他们也深受伊朗制造的混乱与屠杀之害。我们打击伊朗的代理人真主党的行动，促成了黎巴嫩新政府的建立和叙利亚阿萨德凶残政权的垮台。这2个国家的人民现在有机会拥有不同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对于勇敢的伊朗人民，我也有话要说。我们的斗争不是针对你们，而是针对压迫你们46年的残暴独裁统治。我相信你们获得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们2个古老民族之间的伟大友谊将再次蓬勃发展。我要向文明世界保证，我们不会让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获得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而伊朗计划将这些武器、核武器交给他的恐怖主义代理人。那将使核恐怖主义的噩梦成为现实。伊朗弹道导弹射程的增加，将把核噩梦带到欧洲的城市，并最终带到美国。记住，伊朗称以色列为小撒旦，称美国为大撒旦。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他领导了数百万人高呼以色列去死和美国去死。今天以色列正在用行动回应这些灭绝种族的呼声，并发出我们自己的呼吁：以色列万岁，美国万岁。我们的行动将有助于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我要感谢川普总统在对抗伊朗核武器计划方面的领导。他一再明确表示，
伊朗不能拥有核浓缩计划。今天，很明显，伊朗只是在争取时间，他拒绝同意和平国家的基本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现在就采取行动。任何领导人必须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就是在危险完全实现之前阻止它。近1个世纪前，面对纳粹，一代领导人未能及时采取行动，他们因第1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而瘫痪。他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结果却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他们采取了绥靖政策，对所有的警告信号都闭上了眼睛和耳朵。这种不作为导致了第2次世界大战，这是历史上最致命的战争，它夺去了6000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600万犹太人，占我人民的1/3。在那场战争之后，犹太人民和犹太国家发誓永不重蹈覆辙。好吧，永不重蹈覆辙就是现在。今天，以色列已经表明，我们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当敌人发誓要毁灭你时，相信他们；当敌人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阻止他们。正如圣经教导我们的那样，当有人来杀你时，奋起并率先行动。这正是以色列今天所做的。我们如雄狮般崛起，保卫自己。3000多年前，摩西向以色列人民传递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至今仍在激励着他们，要坚强，要勇敢。他说，今天我们坚强而勇敢的士兵和人民团结在一起，保卫自己，对抗那些试图毁灭我们的人。通过保卫自己，我们也保卫了许多其他人，并击退了残暴的暴政。在未来的世代，历史将会记载，我们这一代人坚守阵地，及时行动，确保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愿上帝保佑以色列，愿上帝保佑世界各地的文明力量。谢谢大家。